哎呀，累死了！刚刚下班回来，大家晚上好啊，我是九哥。晚饭都还没来得及吃，先跟大家聊正事。我哥今天一大早就给我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呢，我都没来得及回他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刚刚打开手机一看，他又给我来这个微信语音了，但是我没接啊，因为他今天发了信息给我，我都没看啊。他问我借几万块钱去买房子。现在是6月份，他说7月份还给我。说到借钱的事情，真的是很头疼的。大家知道我现在的情况的，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啊。我现在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，领完这个月的工资，下个月就没有了。下个月是不带薪的，我都考虑着下个月还要不要去上班了。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一边是我亲哥，是我家里人的。我现在是在想，他是怎么知道我有钱的？难道他是垫着我那10万块钱彩礼吗？因为我之前跟我妈说过，这10万块钱能借出去吗？不是，这10万块钱的彩礼我能借给他吗？他问我要几万块钱，具体说几万块钱他没跟我说，是3万呢、5万呢、6万呢、7万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现在每个月做这个产检还是挺耗钱的，像上个月花了1000多块钱，就我从怀孕到现在为止，前前后后产检费都花了2、3千块钱了。现在我各种要补血啊、补钙这些东西，这个消耗品每个月都要吃的，这些都是要钱的。我现在每个月还要自己去买这个社保。之前本来想着在这个房地产里面上班是有那个公司给买社保嘛，没有的，骗人的。现在我每个月缴400块钱，就自己掏钱嘛。现在的话也是定期在那个广医三院了，接下来的产检的话就会有一部分会有这个报销，只是一部分了，因为我那个医疗险的话是之前绑定在那个广州市的第一人民医院了，所以有一些药物啊什么的就没办法报销，要我自己掏钱了。说后面的话可能发钱的话的地方还是蛮多的。哇，现在头疼是我哥要问我借钱了，各位网友给点意见我了。我想着你们的这个阅历，还有你们的作为一个旁观人的话，就是看事情看得比较清楚啊，考虑的比较全面一点，比较理智一点，就给我点意见我吧。我这个钱呢，到底该不该借给他呢？他是我的亲哥，我上面还有个弟弟。我哥现在情况跟大家说一下。可能之前的一些老粉丝知道我哥的情况的，那我再说一次吧。我哥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，他现在是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是6000块钱，他之前跟我说的有没有涨呢，有没有跌呢，我就不知道哈。他现在是要养2个小孩，他现在小孩1岁多，快2岁了吧。现在要养我大嫂，还有我妈，还有他，就6000块钱去养5个人嘛，包括他自己。上次我就问过他，我说你现在每个月的钱够花吗？他说现在还勉强够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因为之前他小孩刚出生的时候花钱真的花的比较多，他的钱都不够花，都是我爸去资助他的。因为我大嫂就跟他结婚了之后，我大嫂好像就没怎么上过班了，就一直我哥去上班。我哥以前的工资就5000块钱，就前2年嘛。他就回茂名上班了，那边就6000块钱一个月了。现在就在家里面，就有时候就回去看一下孩子什么的。他之前就说每个月什么奶粉啊、纸尿片啊什么的，这些都要花个好几千块钱，反正就不够用嘛。但是说他现在就小孩不给那个奶粉吃了，就可以省一点钱了。我上次问他，我说你能不能一个月存3、4千块钱？他说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不行，就看情况的。然后现在的话，他就是说要买房子，房子的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家呢就是去年，几月份来的？11月还是12月，我家就那个拆迁了，现在我们没有房子住了，我们拆迁之后呢，都是租房子，在那个亲戚的家那里，每个月是600块钱。这个钱是政府补贴的，大概是在今年的11月份到期嘛，那现在是6月份的，也就是还剩这个4、5个月的时间了嘛。到期之后呢，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去盖房子，要么我们就是自己去买房子了。他可能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事情，最近可能脑袋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想去买房子了。
那我家现在买一套房子呢，是50-60万是要的啊。虽然说现在在中国啊，内地的话，全国各地都说房地产行情不景气什么的都在下跌是吧？但是在我们老家房子从来没有跌过，现在还是5-6千块钱一平方一套房子下来也是要50-60万的，还是毛坯房啊。如果说你加上装修什么前前后后啊，买一些东西杂七杂八啊，这个还是70万块钱要的。说他可能现在不够钱，就想问我，借个几万块钱去把这个房子事情落下吧。之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要买房子，因为我家拆迁房子之后是给了61万吧，反正我1毛没有，他们没给我，连我的人头费都没有。反正因为这事情我都气死我了，我真的是连我最基本的户口人头费都没有，我也不跟他计较了。那时候他就拿到了61万，之前我爸就坚持说要那个什么，就是盖房子的嘛，在农村再盖一个3层房子，这样子要花这个好几十万嘛，所以这个钱一直都不敢动。可能他最近考虑想去买房子吧，钱不够就问我借，是这么来的。那我现在是在想了，我这个钱呢是10万块钱彩礼钱，是熊大这边给我的。如果说我真的是把钱借出去给我哥那边了，他现在就发信息跟我说，承诺说是7月份可以还到我。但是我也想着，你既然缺那几万块钱的话，一下子在7月份1个月时间能凑出来给我吗？我觉得有点不现实。到时候如果说我真的缺钱的话，我去问他要，他真的能拿出来给我吗？我是考虑这个问题。现在是他问我借钱，我就是大爷，我就担心到时候我问他还钱的时候，我就像个孙子一样跪下来给他也没用了，他一句话说我没有钱，那我怎么办？因为我现在接下来我的预产期是在11月份，到时候呢我也需要花很多钱的，我这边小孩出生奶粉什么的都要买。到时候我没有这个钱，我怎么去保障我后面的生活呢？熊大家知道的，我们现在内地的话真的是很卷，他这个工作能上到什么时候？我们现在都提心吊胆。他是做 IT 的，就是这个互联网的 IT。现在不是老是说哪个老是大厂的老是裁员嘛，所以熊大也很担心。再加上他现在的年龄是34岁了，到35岁呢，这个互联网 IT 的程序员呢，裁员的概率呢比较大的。他在现在的公司是待了这个有4年了，所以也算是老油条了。所以就是我们的工作可能都就是提心吊胆的，没有着落，没有安稳的话，我把这个钱借出去，我真的很悬很悬。但是如果说我不借嘛，我哥肯定说我的。如果说我说我没钱，你觉得我哥会信吗？他不信，因为他知道我有这个10万块钱彩礼，这个钱在这里，是吧？我说没有钱，怎么都说不过去的。如果说我不借给他，那我跟我哥之间的兄妹关系呢，可能就因为这一次借钱就闹掰了。如果说我借给他，我真的借给他了之后，那我要不回来怎么办呢？以他现在的收入状况，还有他现在的养娃，他之前还跟我说还要生3胎，还不是生3胎，生2胎，他第1胎是双胞胎嘛，还要生1个。我都说了，你现在的自身难保了，为什么还要去再生多1个呢？再生1个就是3个小孩了。他那2个，他现在才不喝奶粉，才稍微这个手头宽裕一点点，他现在又想准备去生2胎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！我想着你家是有这个王位继承吗？非要去再生多1个，他想生个儿子，因为前面双胞胎2个都是一个女儿嘛。我妈就让他去生个儿子，在农村要田没田，要地没地，去生什么儿子？继承什么玩意？继承你锅碗瓢盆吗？我都搞不懂呢。我家现在连1亩3分地都没有了。现在房子拆迁了之后，就是政府那里除了给了你一笔那个房子的补偿之外呢，另外就给了一个150方的这个地给你去盖房子，其他都没有了，什么水田呐，那些杉木啊，这些都没了，除非你后期去开发。你看，还是在听说啊，那个地呢还是勾在一个山里面，就一个沟里面，就挖开几座大山，然后把它填平，
然后就从那里划一块地给我们这些拆迁户的，连地都没有了，还继承什么？继承你那个什么锅碗瓢盆，继承你的劳碌，哎，我真是想不明白了，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玩意让他去有这个想法去生这个二胎，生个儿子？现在这个社会，我养一个我都有心无力了，这些人真的很无脑，我就觉得，你说我不回他信息嘛，他明天肯定还会再发信息给我，或者说我妈到时候问我要彩礼，到时候我妈亲自出口说，啊10万就10万了，你把那10万打过来给我，等下我妈就把那10万直接给我哥了，怎么办呢？到时候我真的是1毛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蛮着急的，我希望就是有经历过此事的，或者说比较有见解的、有阅历的朋友呢，给我点意见。我这个事情我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，我又是面对的是我亲哥，我家人，就是你推脱不好推脱，总要找一个比较委婉的借口吧。就是现在我确实是有这个10万块钱在这里，借不借一句话，借的话可能吃亏的是自己，不借的话就得罪家人了，就这么搞。啊，我头都晕了，把我气的，饭都还没来得及吃。我先去煮饭了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记得有意见的朋友一定给我留言一下，我要一定采取你们的想法，综合的。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很难拒绝呀，现在这个时候啊。